体寒怕冷、爱淤堵的人有一条老寒沟，越早打通越好，把它整活了，能排出好多下半身老寒，让你睡得香、脾胃好、腿不肿。它就是我们的腹股沟。腹股沟在大腿内侧和小腹的交接处，这里是经脉弯曲之地，很容易形成堵点。对于久坐的人或者本身就湿比较重的女性，寒湿瘀很容易堆积在这里，引起腿粗、臀不凉、小腹凉、宫寒、腰有赘肉等等。我们平时要及时疏通腹股沟。养生操拍八虚中就有一招捐拍腹股沟。我们站立，两腿微微打开，与肩同宽，两手握成空掌，有节律的拍打腹股沟处，力道由轻到重，逐渐加力，直到腹股沟微微发热即可。每天拍打2到3次，每次5到10分钟。有些人会感受到两胯之间伴有微微的灼热，还有刺痛感，还会发痒，这些都是正常的。把这里打通了，阴阳气血的运行才能恢复正常，才能把垃圾毒素往下引，体内的老沉寒才能排出去。有些人寒性体质比较重，靠自身的能量很难把寒湿驱除出去，那就必须要靠外在的能量注入了。我手上这个艾绒热灸垫就能帮上大忙。我们坐在垫子上，插上开关，艾绒散发温暖的纯阳之气，嗖嗖往身体里窜，将寒湿一点一点的逼出体外。一会全身暖洋洋的，手脚不再冷冰冰，很舒服。它不只能当坐垫用，还能当小毯子盖在身上。女生那几天肚子不适，用它热敷一下会很舒服。老寒腿也可以踩在上面，促进腿脚气血循环。慢慢的你会发现那些身体寒湿表现慢慢消失了，身体也越来越好。孙思邈曾说，梳头可以使面色光辉，气力强健，百病皆去。确实，头部有许多重要的经络穴道，通过梳头能增进全身的脉络畅通。特别是脑供血不足，经常头脑晕乎乎的人，记忆力越来越差，总爱掉头发的朋友，或者你想到了年纪大了之后，头脑清醒的，听我的，一定要多梳头，让气血蹭蹭往头上涌，打开身体的供血阀一样。下面我教大家用这款梳子来疏通头部。想要这款紫檀红木梳的朋友，请点击视频下方。第一步，梳督脉100下，头顶正中央这条线就是督脉。我们用梳子从前往后梳到后脑勺，就这样一下一下的梳。督脉它主管身体所有的阳经，疏通了督脉就是疏通了全身的阳经，让身体气血旺盛，气血充盈。紧紧地贴合在头皮上，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头上。用这个梳子来梳头，它的能够有效的疏通到头部经络，能够很好的两端的发圆圆的大齿，还可以用来点按穴位。想要这个梳子的朋友，进去我的橱窗就能找到。第二步，疏通膀胱经100下。膀胱经在督脉的旁边两侧，我们用2个梳子，这样从前向后梳，一直梳到后脑，把这里疏通了，让更多的气血流进这条经络，瞬间感觉气血往上涌。第三步，疏通胆经100下。胆经位于膀胱经的两侧，这条是胆经经过的路线。人体的5脏之血、6腑之气皆上注于胆经，胆经疏通了，能振奋阳气，清热开窍，健脑开络。也是用2个梳子从这样梳，因为胆经呢比较靠近耳朵，我们这样梳起来是很舒服的。每次梳5到10分钟，这样梳头后气血
达到头部，马上有一股热乎乎的感觉，气血滋润头脑，非常的舒服、轻松、清醒。梳完头后，然后呢，我们还要拿梳子梳动一下脖子这里，身体的气血仓库都在这里了，头颈部的气血都在这里交汇集。手持2个梳子，从发际线开始，从上往下梳，就这样稍稍用点力，用这2个梳子来梳是很舒服的。就这样一下一下，每次梳过5到10分钟。以上就是梳头的方法。脑供血不足、经常头晕迷糊的、记性越来越差的、头发越脱越多的朋友，坚持疏通。凌晨早醒，以这个时间为分界点，把它分为2个典型代表。第一个代表就是凌晨1到3点早醒，几乎每天都会在这段时间醒来，有些人醒了之后还会大汗淋漓，要过好久才能再次睡着。凌晨1到3点这段时间是我们肝经当令的时辰，就是肝经工作的时间到了。这时候身体的阳气升起来了，但是如果你的肝经是堵塞的、不通的，阳气运行受到了阻碍，它冲不起来，就像是憋气一样，所以就醒过来了。怎么办？疏通身体相对应的经络就能解决。这种情况应该坚持拍打腋窝。我们拿这个经络拍来拍打腋窝，这个拍子疏通起来力度很足，很舒服。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一款拍子，非常好用，不但可以疏通腋窝、脚窝，还可以疏通后背、四肢、腰腿等等，全身都可以疏通得到。还加了我们特制的材料包，想要的朋友点击视频下方。第2个典型的代表就是凌晨3到5点早醒，这段时间是肺经当令了，肺经的工作时间到了。3到5点早醒的人，就是肺气受到了阻碍，肺经不通畅，阳气受到了阻碍。这段时间早醒，这个时候就要坚持疏通脚窝，拿着拍子对准脚窝的位置，稍稍用力的拍打，左右的脚窝各疏通5分钟。重点疏通完脚窝，最好还要把整个肺经都疏通一下。肺经的循行路线，它是从这里这里有个窝，云门中府，然后沿着手臂的外侧前缘一直到大拇指，我们只要顺着这条路线大概的位置就可以了。从云门中府开始，一路往下拍，拍打到大拇指的鱼际，然后回来，就这样反复的拍打5分钟，然后再换手。不管是疏通腋窝或者脚窝，都可以在白天有空的时候做，一天做2到3次。晚上睡觉前2个小时，还要把大腿内侧的肝经疏通一遍。肝经在我们大腿的内侧面，大家可以像我这样坐着，2脚心相对，内侧面就展露出来。然后我们手持2个经络拍，从大腿根部开始，往脚踝方向拍打，然后再回来，再继续反复的拍打5分钟以上。好，以上就是凌晨早醒的处理方法，大家坚持做就会有帮助。今天教大家疏通腿上的一条健脾线。如果你脾胃差、湿气很重，或者夏天生冷的瓜果吃多了，现在夏天这段时间坚持每天早上推一推健脾线，把脾湿都推出来。健脾在于小腿内侧三阴交到阳陵泉这一段就是了。三阴交穴内踝尖直上3寸，也就是4阳指这样一量，这里就是三阴交穴。找到三阴交穴后，用拇指沿着小腿胫骨内侧往上推，推到这里推不动了，这里有个凹陷，就是阴陵泉穴。我们要推的就是这2个点的连线处就是这一条。
大家可以用手指来推，我喜欢用这个梳子来推，因为它更容易受力，用这个位置也更容易去找脾经上的淤堵点。就这样子往上推，用手指推，手很容易累，不容易坚持。好，我们就这样从三焦开始，顺着骨缘往上走，慢慢就推到阴陵泉的位置就这样一下一下的推。在做的过程中，要仔细体会一下这条线有没有特别疼痛的点，如果有，就要停下来，侧重的疏通一下。比如说这个点是比较明显的疼痛，好，然后就把它疏通到不痛了，脾经也就通畅了，多余的水湿就会顺畅的排出去了。大概疏通5分钟左右，疏通到有微微发热的感觉最好。疏通完一边脚，我们再疏通另外一边，方法也是一样。好，从这里往上推，就这样反复的往上推。湿气重的、脾胃不好的，第一次推到这里会很痛，要坚持推。也有一些人一边推一边打嗝，也是正常的，继续推，坚持把脾经疏通了。湿气重导致的皮肤出油、脸色暗黄、有眼袋、容易疲劳、拉肚子，都会有所改变的。除了推健脾泻，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独特的方法，能帮助你健脾祛湿，非常适合懒人。这个方法就是贴肚脐贴。我手里的就是一款现成的肚脐贴，一瓶是30粒，还配备了30个专用贴。想要的朋友在视频下方点击落穴养生。好，进去了，在我的页面再点击这里。好，进去就可以找到了。这个肚脐贴的制作非常有趣独特，提前准备花椒7颗、桂圆肉1个、艾绒少量，把它们放在一起，把它们捣碎，捣碎后把它们搓成一个小丸子，这样肚脐贴就做成了。如果你确实想调理好自己的脾胃，你可以一次性多做一些，做够2-3个月的量，因为千寒易去，一湿难求，大家坚持贴一段时间。每天晚上睡觉前在肚脐滴一滴白酒，然后把小丸子放在肚脐眼里，贴上胶布，就可以去睡觉了。关于滴酒，如果你不喜欢酒的味道，可以不滴。那么如果滴的话呢，会吸收得更好。双脚的涌泉穴最好也各贴1个，大人小孩都能用。